treatments, Yes. I Yes. have cancer Yeah, she has cancer, and That's okay. I'm there for her every step of the way. I sit there through the 今年 chemo. 3月，纽约街头，一个陌生人拦下2个正在散步的女人，随口问了一句：“你们是最好的朋友吗？”没有人想到，这段不到2分鐘的對話會在幾天內讓全球幾千萬人紅了眼眶，哇，播放量超過了1億播放量，這麼多呀！對，到了我們這個坎上，子女離巢了，父母變老了，身體也開始陸陸續續和自己鬧彆扭。我們常常開玩笑說，得給自己攢夠養老錢，買好保險。但看完他們，我突然自私的想問屏幕前的大家一個問題：如果有一天你拿到了醫院的壞消息，你手機的通訊錄裡有沒有一個人能讓你毫無顧忌的撥通，然後把頭安靜的靠在他的肩膀上？今天我們就聊聊戴安娜和坎蒂斯的故事。為什麼這2個普通女人會擊中這個時代最深的孤獨？聊聊在人生的下半場，我們該如何構建屬於自己的不靠血緣維繫的生命共同體。這個故事開始於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下午，紐約有一個專門在街頭訪問路人的 Instagram 賬號，叫紐約摯友，也就是 Bestie NYC。今年3月12號，博主在街上遇見了正在散步的戴安娜和坎蒂斯。博主只是隨口問了一句：“你們是怎麼認識的？”這一問居然問出了整整半個世紀。1976年秋天，2人在曼哈頓一所社區學院的英語課上認識了。那天他們恰好坐在一起，交換了電話號碼。1976年都50年了，是啊，對，那時候沒人能在第一次交換電話號碼的時候知道他們雙方，就是因為這個電話號碼會保存將近50年。後來坎蒂斯和母親邀請了戴安娜吃飯，她第一次嘗到了中國菜，2人還一起做過模特兒。再後來各自成家生子，生活忙碌，但是卻始終保持着一個習慣，就是過節日的時候一定要聚，電話至少打3、4通，不是有事才打，就是想聽聽彼此今天過得怎麼樣。這個習慣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哇，真是太厲害的友誼了。就是其實我知道那個採訪者他本身剛開始只是就是偶爾的隨機的好奇的去問了一下啊。當博主問他們就說是為什麼能做這麼多年的朋友，做50年呀，真是不簡單啊。柯蒂斯突然就提到自己的病情了，就說是他去年被確診成那個胰腺癌了，哎呀，太可惜了。然後呢，這個戴安娜她這個好朋友，就是每一次她去做化療呀、做治療呀、做任何的這種那個復診的時候，戴安娜都陪着她，沒有一次缺席。就是當那個柯蒂斯在說這個癌症這個詞的瞬間，那個戴安娜就馬上，你知道吧，她那個動作就是靠近她，然後把她抱住，而且我還專門看了一下那個錄像，就是她還親了她一下的臉頰啊，就是趕快安撫她。對，就說是你沒關係的，你有我在，你不要休想你一個人去任何一個地方，我只要你活着，我只想讓你活着，我就能陪着你。哎呀，我就聽着我自己都覺得那個眼淚快掉下來了，是看着我的眼淚就掉下來。對，真是太感人了。就是你就覺得他那個話就自然而然從他的嘴裡說出來，沒有就是說是他準備的那種你覺得是華麗的台詞的那種感覺啊，也沒有說是還有那種描述背景音樂描述着那種，就是就簡直就覺得只是一個人終於說出了，就是像他這個朋友他說出了他心中的這個恐懼啊，說我得癌症了，當着這個大家的面啊，然後那個人呢，就是戴安娜這個人呢，就下意識的真的就全盤的把他接住了。
这實際是挺難的，因為我自己生病，我自己知道，對把自己的病情說給別人，我覺得是個很艱難的事。當然了，不管是跟自己的家人還是朋友，他那麼坦然的跟他說出來，這真的是說明關係相當的，真的他感到他能接住他，就是他有那個默契。對，所以戴安娜後來說，那是那個肯定是第一次在家人之外公開告訴別人自己得了癌症。這是細節啊，特別讓人心很感動。就是他們真是把他當就是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的親人。就和血緣關係沒有關係了。就一個人把病情藏起來，未必是不需要幫助，就是他不知道怎麼說出口，你沒勇氣說出口，自己都不敢面對，你想要把這種告給別人，真的很難。對，我覺得就是當自己確診的時候，最害怕的可能就是自己內心的恐懼，然後害怕別人怎麼看待自己，所以他就是說，從確診的那一天起，他不知道自己應該告訴別人還是不應該，然後在別人的自己在別人的眼裡，是不是就只剩下病人這個身份？心裡有變化。對，我也一直在想啊，坎蒂斯面對街頭的陌生鏡頭，為什麼會突然間說出這麼重大的一個隱私？對呀。但我後來再想想，我覺得我會漸漸明白，因為當別人問他為什麼戴安娜是你最好的朋友時，他根本繞不開他得了癌症這個事實。對，因為在他生命最黑暗的那段日子裡，戴安娜的陪伴已經成了這段友情最真實的答案。哎呀，說得太好了，就是這樣的，我感覺。那種感覺就是戴安娜在他身邊，他就是他的依靠，完了，所以他就手搭在肩膀上，就覺得他那種安全感的那種愛，那種溫暖，就是包圍着他，所以他就是很自然的就說出了真話，那種真情就流露出來了。他不是因為人吧都是這種的，就不是你往往不是你突然變得勇敢了，是有一個人支持你了，有人支持你，有力量了，身邊有個人我一个脆弱的人，但是我也不能有人接得住我，所以我勇敢的把它說出來。我覺得真的是力量啊，真的有力量。我們看那個圖片也就知道，那個柯蒂斯其實她是一看就是很柔弱的一個女人。對，她確實是給人對她能依靠，對她能在這種公共的場所能說出來，就說明她後面有一個很強的一個支柱啊，支撐着她。所以就是2分鐘啊，這個視頻剛發出來啊，然後幾天之內就在 Instagram 上這個平台就播放量就超過了3000萬，很大的一個數量了。然後呢，就是這個隨着這個事情就是越來越被越多的人看到，然後就會被那個 ABC 的那個 news 的還都跟蹤報道了，越來越，然後最後2個人還都登上了 NBC 的那個有一個節目叫 Today， 啊，還挺有名的。然後你想想，他就是從2分鐘的紐約街頭的這個普通的這個行人2個人啊，一夜之間就變成大家矚目的、被牽掛的這個對象了。所以就是說是，如果你喜歡，就是觀眾，如果我們聽到這個故事，如果你喜歡這個故事的，不只是追一個熱點，而是我們就覺得通過這一個真實的事情啊，看見自己的生活。歡迎呢，也訂閱我們遠方的人間，打開旁邊的小鈴鐺。我們之前也做過一期關於我們自己在加拿大，我們自己的20多年的這個友情的節目啊，就是我們當時的那個題目叫20年異鄉姐妹情。如果有感興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再翻回去看一看啊。我們在這個節目的那個簡介裡面，還有那個片尾鏈接裡面，你也可以找到。是，所以他們的視頻非常短，可是為什麼會讓全世界都哭了？對呀，為什麼呀？是的，我覺得就是最動人的，就是因為他們的真情。對，是坎蒂斯呢，他隱瞞了很久的秘密，終於在鏡頭前鬆口了。而他不是表演，而是那種走過了風雨之後的真實。他把頭靠在那個老朋友的肩上，戴安娜用手摟着他，握緊了他的手。所以在那種情景、那種畫面是非常動容的。對，
視頻底下的評論區有一句話被置頂了，很多人會說，我們從小都被教導要把浪漫的愛情和婚姻放在第一位，可走到後來才發現，一生中最托底的感情，往往就是你的老閨蜜。哎呀，我总觉得这句話太對了，確實是。我覺得大家哭可能不完全是因為完全是感動，有一部分是很羨慕，我就很羨慕。雖然我們也有，但是就是說，好像不夠長，50年啊，夠長啊。肯定我們會對堅持到50年的。對，這我覺得就是對，覺得還有一種那種發自內心的，可能很多人理解的深層的孤獨啊，覺得尋找這份真正的這種友誼，確實是需要時間沉澱的，需要經歷很多。所以真是的，現在我們很多人今天都是個特殊的人生關卡了，像我都退休或者已經退休了，父母老去了，送別父母了，你回头看看，你孩子也大了，对，所以最不能搁置的，我觉得就是友谊。就跟我每次过来似的，我就是我的，你的心情就好了，对，我的心情就好了。我再病痛再怎麼樣，我覺得我也願意，我願意，我覺得它是一種享受，就是朋友把你身上的那種痛苦呀，或者是都減輕了，對，你不用說什麼，你就坐在那兒就可以了。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故事真的是戳中了這個人的這種的每個人的感覺吧。對，說人病了老了這一生，到底要不要裝？你趴在誰的肩上哭？真的會這樣想。說的太對了，你說的啊，就是我們不是前一陣子也老說，我們的題目也就是視頻裡面也談過，我們是夾心的一代，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孩子啊，我們夾在中間，然後就是說我們自己把所有的精力都給了家裡頭的人，就是唯獨把最疲憊的自己留給了黑夜，是吧？所以就像那句就是說是讓人共鳴的話說，我不是没有朋友，只是我已經很久沒有向任何人提過了，其實我也很累了，對吧？因為有的時候你不太願意跟孩子說，就是你不想拖累他們，讓他們擔心啊。然後呢，有的時候呢，你也不太願意跟你自己的家里就是伴侶說啊，因為他也很多的壓力啊，什麼那些煩心的事兒啊。而且你看，你就看他們兩個，你像就是看戴安娜，就真的就像一個避風港一樣啊，就讓那個柯蒂斯就是卸下所有就是自己本身的所有的那種身份，母親呀、妻子呀，或者那種癌症病人呀，這些所有的這些名頭，然後呢，就是堅強的偽裝吧，可能有的時候哈，就真的就靠在他的肩膀上，像一個小女孩一樣，我有依靠了啊，可以讓自己有這個示弱的時候。是的，當戴安娜對着鏡頭說那個你休想一個人去任何地方的時候，就是充滿了就是對他的支持，對，給他信心。對，我心裡是非常震動的。然後這不是一句輕飄飄的安慰的話，而是一種沉甸甸可以生命托付的承諾。這也讓我一下子想起了我們4個人，因為我們都來自中國不同的地方。來到了加拿大，在這個地方重新認識，原來的人生軌跡完全都不一樣。那當然。但是我們在加拿大，從陌生人開始認識相知，一起在異鄉跌跌撞撞陪伴了20多年。每一次的旅行，每一次的就是聚會，就是所有的這些，讓我們太懂得這種超越血緣的關係，對生命而言非常的重要。對，很滋養。对，所以我覺得這段視頻讓人落淚，不只是因為我們看見了一段非常美好的友情，也因為我們自己認出了我們自己心裡空着的那一塊，因為我們總在為未來準備存款、住房、保險，這些當然非常重要了。但是戴安娜和坎蒂斯提醒我們，還有一項準備經常被我們忽略了。什麼準備？我們有沒有認真去經營那些在風雨來臨時可以拖住的關係？對，也就是那些才是我們餘生裡最重要的一部情感不動產。对，說得太對了。所以我覺得戴安娜後來說，她說她自己的母
親過去也曾患過癌症，所以坎蒂斯確診後，他比誰都懂得那一份恐懼，所以他建議他去聽取第二個醫生的意見，然後不管他去什麼地方，他都全程陪着他去看。哎呀，多好呀！对，然後坎蒂斯手術了以後，也曾在戴安娜的家裡休養了一段時間。他並沒有只說一句我支持你，而是他把支持變成了時間、行動和他的日常。对，这就是为什麼坎蒂斯說戴安娜很鎮定，也能讓他鎮定。對，所以很多時候，如果一個人生病或者遭遇重大打擊的時候，我們第一反應是安慰，就說別想太多，你要堅強，一切都會好的。這些話是很善意。但是有時候聽的人會覺得更加孤單，因為他可能會想，如果我今天很害怕，是不是自己不夠堅強？是不是應該反過來安慰你們呢？對，是的，我就覺得，有的時候吧，我們就是說看朋友傷心呀，或者有痛苦的時候，我們其實第一個下意識的反應就想讓對方先不要那麼悲傷啊，然後呢，就是說是，不是因為就是對方準備好了什麼的啊，而是因為我們自己承受，就是我們自己看他那麼痛苦，我們先自己承受不了了，所以哎呀，你別那麼痛苦了，你不要這樣啊，你要樂觀起來，怎麼樣，就用語言來鼓勵他。但是其實我覺得，就是如果是一段非常成熟的陪伴的时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說是你不要像那個修機器一樣去修理對方，對吧？像那個對方不是一個機器啊，你那個什麼，你而且呢，你就是說是你也不要上來就給他講大道理，哎，你別傷心了，你要堅強起來，這沒有什麼的，怎麼樣，這些聽起來就非常的空洞啊，就是好像就是說是，就覺得你真的不必要一下子就給他這些話語，對，有的時候就是可以簡單的就非常具體的來問他，比如說，哎，你現在要不要聊聊天啊？你現在有沒有心情跟我聊一聊呀？或者說是，哎，你覺得我需要幫你幹什麼事情？我需要不要給你把飯做了呀？或者怎麼樣子啊？就一個具體的事情要問一下，或者說你是不是只需要我不說話，我只要坐在你旁邊就可以安靜的陪你一會兒，是吧？對，是我的體會是需要安靜的陪一會兒，或者送一碗粥，一碗熱雞湯，像你們似的。這不就是現身說法嗎？我就很有感觸，真的是很有感觸。有時候自己在那兒好孤單啊，就像有一個人安靜的不說話。所以就是說，就像我們剛才說的，就是說，哎，你要堅強，哎，你不要痛苦，這些好像起不了什麼作用。是的，我現在真正理解這種，就是說你剛才說的，就是不要講那些大話，把它像一個機器一樣來對待。真的是一定要陪伴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你可以幫他記下醫生說的重點，對，或者送一頓他想吃的飯，或者陪他散步，对，或者是檢查那天，或者發一條信息說，我記得你今天要去醫院啊，不用回了，我只想讓你知道我已經記得，提醒他，我覺得這個特別重要。所以我就覺得你剛才說那個我記得這3個字啊，有的時候比剛才說那種喊口號加油啊，你要有力量，你不要傷心啊，這些話要更有作用，是吧？就是加油的時候，你就好像馬上就把你跟對方或你的朋友拉開距離了，就像你好像站在岸邊，人家在水裡頭，你說加油，是不是啊？你什麼忙都幫不上，還加油，反而拉開了距離。你說我記得怎麼樣的時候，就感覺你其實跟他一起在水裡，在幫助他。對，就是這種感覺哈，幫助他記每一次就是醫生的檢查，每一次的記得一些具體的一些東西。江紅有體會，江紅談一談。我覺得就是只能就是，我覺得就是不能看這個朋友吧，就作用他就是好像不是看那個你病了這個人，還是看你原來那個人，讓人更舒服。就是原來的你，他順着你原來的你，他了解你，完了順着原來的你
來去幫助你。对，不是說一下子因为你病了，他改变了，变化了。对，完了你也不舒服，他可能也不自然，就是不是那种的。要润物细无声。对，这话说的对，我觉得是，就是不是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医生看的就是数据啊、病情啊，就你生病的，那个别人看的觉得，就像很多人就觉得。哦，你怎么这么瘦了？你都把你当弱者，对，病人了，就你那个原来的你没了。对，就但是那个朋友不一样，就是朋友还是很自然。对，就我还是包容你、接纳你，你还是你。对，就是说你吃啥，你喝啥，你怎麼笑，你的夢想，你一切都在那兒。OK， 你還是那個完整的人。對，我覺得這個很就給人尊重的愛。對。就是只有朋友能做到，对，是有尊嚴的那種感覺。因為你在朋友面前，你還是以前的你，對，還是以前的你。對，就是儘管你有病，但是你就沒有覺得自己是病人。哦，那這一點我記住了，大家都記住。對，實際是挺的。對，是的，就是說被看見是不等於被圍觀，真正的被看見就是有人其實是看到你的脆弱，卻沒有因此就是讓你就是把你看得很那個虛弱呀，很弱小呀，是吧？對，就那種感覺。同情，我可憐，同情，我覺得人不需要，需要的是真正的那種理解，對，支持和那種的。就像他說的，潤物細無聲那種感覺，去幫助你感覺到那種愛，但是你不用說什麼，對方也知道他在支持你，對，相互能有那種心靈的那種感應、那種力量，對，這就是老朋友之間的默契，對，要而且在他們的故事裡，我覺得有一個我特別喜歡的細節啊，就是戴安娜和坎蒂斯他們每年都會一起去巴巴多斯島，去探望戴安娜的家人。坎蒂斯呢，他喜歡在海裡面游泳，戴安娜喜歡看海龜，兩個人還會一起看島上的猴子，一起說笑，還挺有意思的。對，所以就算是在很漫長的化療和治療中，他們仍然在計劃着下一次的旅行。戴安娜的丈夫形容他們說，那是他們共同的儀式，是艱難生活中一直握住的那一份喜悅，好美好呀！對，其實我想到我們的儀式，對，就是所以我覺得那個海龜和猴子吧，可能是這個故事裡最有生命力的細節。就是如果這個故事只有醫院啊、化療啊、眼淚啊。坎蒂斯就會只剩下病人這個身份，對。可是海龜和猴子就告訴我們，他們仍然會一起繼續旅行，會就是一個喜歡旅行，會被小動物逗笑的，就是還有他們喜歡海，還有想去的地方。就是即使他們生病了，他們的這種生活的節奏也沒有被打亂，對，照樣還是要去旅遊去啊，去欣賞這個自然界的這些動物呀、花花草草什麼的啊。而且我覺得有一點就是她丈夫形容他們的這種關係，我覺得其實就是能從後面能夠感覺出來，其實受到家人的這種理解和保護的啊。對，儘管生病了，但是他們的生活還是沒有被打破。實際是很容易被打破的。對，你看我生病以後，用現身例子說，就是別人邀請我去那兒，我是很難答應的，現在不敢。但是我們去年去那個東山上，我跟你們我就有勇氣，我不怕，我不裝，就是我的生命力我有多少，我展現多少。對，我累，我要給我自己單獨睡，我就自己單獨睡，就沒有。你要吃什麼特殊的，對，要求要吃什麼，我就吃什麼，不吃我就說，我今天說累了，你們在廚房忙，我不管。對，你就躺那休息。勇氣，對，因為是你們給的。你要是換一個那個不太熟悉的朋友，不太熟悉的，我也就是跟孩子的那個朋友去過別的地方的同事，哎呦，感覺好累啊！因為我就不是我了，我還是媽媽，對不對？沒有放鬆了，對，放鬆，我要還是一起的，大家的旅遊的伴兒要去固定的去做早飯，去做午餐，去準備很多東西，我就真的很累。但是我跟後來我就
決定，我去說我可能對我就可能只跟你們說今天去了我再定，我說我可以，因為我不用裝。你跟我們出去，你就是很放松。对，我有力量，我有积极的一面，我能展現出来。就是我疼，我说哎，我今天好难受，我不舒服了哦，我怎麼樣？我會提要求，就自然，就是真正的放鬆的那種要求。我覺得這個就是這世界很難承認的。你不是你要積極的去面對這些東西，是只有在朋友面前。我覺得他不是說是逃避了，我不這個東西不存在了，就是我覺得這種友誼可能是只有體會的人，他們倆能體會到，就是他們就是不就說是即使你得癌症了，我也不允許，就是说是这個癌症把我整個的人生全部破壞掉了。對，對，是我覺得這就是朋友之間最重要的作用之一，也就是幫我們能夠保留我們生活原本的本色。對，因為他會問你說今天什麼地方不舒服了，但他更會說等你精神好一點，我們再一起去旅遊。對呀，你說你聽到那，你是不是心裡就有希望了？對，就是特別暖，這就是不用說，就是你就能體會到那種暖，就不用說別的，說那個他會叫你去，對，不是排斥你說不去了，或者把你自己也不敢了。所以這就是方的，這不就是我們這4個人嗎？是不是啊？你看我們這個友情走過了已經20多年了，也挺長的了啊。靠的可不是說是每天說多麼感人的話，多麼空洞的話，有的時候說的還不好聽的話呢啊。但是你看，我們其實還是很有安排的。我們每年真的也像他們一樣，每年夏天我們盡量都是抽出時間去畅国旅遊的，可不是短期的那種啊。然後每年過節，每個假期都在安乐家，安乐真是給我們安排的好好的啊。聖誕節、感恩節，各種大節小節啊，長假短假肯定是要安排吃的，安排那個吃一頓飯啊，大家聚一聚，聊聊天兒。對，這也保持了孩子們的友情。對，就是特別讓我們孤單的人感到家庭的溫馨啊，可不是嗎？雖然每次我們安排的活動一直在變，但是每年都會期待聚餐的時候是怎麼樣的心情，然後和大家一起海闊天空的聊天，已經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那可不啊，實際大家都很忙，生活瑣事也很多，但是沒有儀式的關係就我很容易說啊，都有空再說。但是我們現在有個習慣，我覺得很好，不是等有空再說，他準醫生就不用多說，對，他只要一提，對，大家積極響應，對，從來沒有說找借口說，哎，算了，我忙呀或者什麼的哈。對，就是你永遠不會真正的有空，但是這個空你是把它放在心裡的，對，這個時候你就在你的日曆裡，在你的心裡是那肯定要空出來的，最重要的，別人誰都可以說，no，這個是驗事。對，所以戴安娜的陪伴確實非常的令人感動。但這裡面我覺得也有一個需要在我們這個年紀去理性思考的一個問題，也就是是不是只有像他那樣每天出現，每次治療都到場，這樣才算真正的朋友？我覺得不是，我也覺得不是啊，因為你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嘛。你這咱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庭，還有工作，還有別的東西，包括我們自己健康問題啊，或者我們這一段時間是不是各方面的壓力啊什麼的啊。我們不能因為就是說是戴安娜就是感動也給戴安娜這麼做的特別好啊，而反過來要求我們現實中我們每個人朋友都像他那樣子，必須做的跟他完全一樣，那是不可能的。对，否則你就覺得哎，這個你就覺得如果像他那樣子的話，反而變成了這個新的壓力了啊。對，就是其實我覺得就是他們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嘛，我覺得就是一種很自然的關係就非常好。一段真正健康和成熟的關係，就不應該用一句話去束縛對方或者綁架對方。就是說如果你在乎我，就必須為我犧牲一切。我覺得
這個是沒有必要的。我觉得家里的老公都做不到吧。对，因为陪伴者也会疲惫啊，也需要休息啊。那当然了。对，我觉得朋友的这种陪伴是在你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对，才讓人舒服，對方舒服，你自己也舒服。就是你需要的時候，你跟我說，我說哦，那個杰里，我需要你幫助，具體幹什麼？對，我就會提出來。對，就不用去說哦，你說不行，我說我找艾倫。就是對，我就是有一個自然的這種的過程，就很自然，不是說哦我不行，你說哎呀你很為難，又不敢說，那不是真朋友。對，就你不用就很坦率，很坦率，我就說了我怎麼樣，我說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不行我就找問艾倫問，完了再往下 Stella， 反正總有人对，誰有空就幫我這件事，我說都沒空也沒關係，都知道就是不會有任何的東西想法。對，我覺得這個愛就包含了在這個裡面，對，這就是一種理解的愛，對不對？我覺得也是一種尊重，對，你人就是行就不行，這個沒有壓力。我這樣認為，我覺得不能就說毫無邊界的，連個朋友的友誼再深，你得有個邊界，有個度，對，有個邊界，不是你太自私了，你就光想着我自己，我要去滿足你不行，我就我病了我又哭，我就不是這樣，我覺得，對，這種呢才能你們也。朋友也有力量陪伴別人，對，別人也有勇氣說出來我的需求，要不真的就成了就不敢了。對，所以啊，善意最高級的樣子，並不是說替一個人去生活，對，也不是說去接管另外一個人的人生，而是在他即使在最無力的時候，仍然感到我的人生依然屬於我。對，是。我們常把伴侶、子女、親人看作人生最主要的依賴，可現實是，有人的孩子住得非常遠，有的人並沒有伴侶在身邊，也有的人與原生家庭並不是那麼的親近。但是朋友能不能成為一種沒有血緣的家人？可以嗎？對，我相信是可以的，但不是說要取代你的家人，而是說讓我們在情感的世界裡有一種不只是一種就是關係依賴一種關係。對，你不能把一個人的個人情感需求全放在自己的愛人和孩子身上，我覺得這個不能單一化，總而言之，因為人的需求情感是多方面的，對。完了，你傳遞的東西，伴侶能給你的，孩子能給你的也是有限的，因為你這朋友給你的還是不一樣的，對，就是這都每一層都不一樣，每個人的給的關係都是不一樣的，對，就是你特別是任何關係都可能有遇到變化，對，因為都有個年齡層啊。還有很多其他的方面的因素在裡邊，所以還是我覺得我們這種關係就保持一個健康的關係，有家人也有朋友也有鄰居，有什麼各種的關係，不同的方位來各方面來形成一個網來支撐你，對，你才覺得有力量，對不對？對，你需求什麼都有，都在那兒，對，是。所以就說朋友有一個很特別的位置，對，在他面前的時候呢，你就不是那個妻子了，你也不是女兒或者是那個母親，然後你也不是那個永遠能幹的人啊，你可以只做你自己，在朋友面前，就像你剛才說的啊，對，是。所以呢，我覺得像我們4個人，如果我們並沒有來加拿大，或許我們這一輩子都不會認識。那肯定了，都是天南海北的。對，可是在這個異鄉呢，我們看着彼此從剛落腳到慢慢扎根，看着彼此的孩子從小 baby 長大成人，真的，你看着我把頭皮髮變成銀髮。你這個就不用再說了，這個呈現了。因為這種關係，它沒有血緣規定的什麼義務，也正因為沒有義務，每一次出現的時候，就更像一種很主動的選擇吧。對，就是血緣是
命運的給的，对，就是家人啊，朋友是我們在漫長生活裡就是彼此選擇，所以我們成為了家人。对，說的太對了。所以就是我還想說，就是這個視頻走紅了以後呢，然後陌生人，你想這麼多人看啊，陌生人的善意也就湧向他們了。然後據他們那個公開報道，就是說是柯蒂斯其實他生活並不富裕啊，一邊呢你看癌症啊，打着這個很難打的這個仗，一邊呢他自己其實幾乎是沒有積蓄的，就是沒什麼錢。然後呢，大概到了就是5月初的時候，也就是大概2個月之前啊，然後他就是為了治療这個生活，为了他自己的生活，還有他的治療呢，然後就發起了這個那個眾籌籌款啊，總共超過了12.5萬美元，還是可以的啊。然後還有一些，你看這善意就來了，還有一些航空公司呀。還有一些酒店的人家主動的提出來，就是說是，哎，想幫他和戴安娜他們2個繼續他們的那個巴巴多斯的這個旅行啊。然後柯蒂斯後來就說，哎呀，你看看這個陌生人真是支撐起了他的這個精神啊，也讓他就想把他自己也想把他自己的那份善意傳達給更需要幫助的人。你看，這特別動人，特別感人啊。實際善意就是這種一點點傳來的，社會最需要的就是這種。這種呢，就是你不會人都給予，並不因為你給予而減少了，對，而增加了，對，就是你也會得到，因為你得到的是一種給予後的滿足，實際每個人本性裡頭是有的，所以他不會說這種善意，他不會因為你給予了就截止了，而是擴展了。我覺得這個是對，是把這個社會這種善意、這種愛能擴散的一種又能幫助別人，完了又能安撫自己。說實在，是雙向的。對，他也看到自己的對，他又重新找回自己的價值，覺得我也是有用的呀。對，儘管我病了，對，是，所以人生的價值有時候並不在於我們取得過多少的成就，而在於我們的真實是否讓另外一個人不再羞於求助，而我們的陪伴是否讓另外一個人少了一些的害怕。對，說到這裡呢，可能有觀眾會有一點失落，因為他們認識了將近50年，而我們4個也認識了近20多年。對呀，如果現在身邊沒有這樣托底的老朋友，還來得及嗎？來得及，一定來得及啊！但是我也不想說一句就是比較輕飄飄的話，說你來得及啊，你只要相信就會有了啊！這種托底的真正的這種友情，真正的友情我們都知道是需要時間打磨的啊，也需要行動的。對，你像人家那個50年的友情，不是說到了第50年就出來了啊，人家也是一點一滴的這樣子的，他是就是可能就是從某一個普通的下午啊，一條主動發起的那個消息開始的，所以我們要就是說大家要動起來啊。對，就是也許這時候你心裡面已經有了一個名字，你們沒有吵過架，但是呢，因為生活就被慢慢的沖散了。今天看完節目，我們就可以發一句：今天忽然想起你，不是有什麼事，只是想問問你最近好嗎？這樣你的關係也會慢慢的就是恢復，也需要，因為關係也是需要慢慢恢復呼吸，不必急着解釋消失的這些年。對，這也是一個方法。對，建立新的關係也是一樣，就是真正的親近，就是通常要重複，就是重複多了，你老去參加一個節目，我們不用說啥，老去固定的你去參加一個節目，你總來在那裡會找到一個，就是有2個人惺惺相惜的人，有一種氣場，你可以一起散步啊，學習啊，做志願者啊，聊聊天啊，喝個下午茶，對，慢慢一定會成為朋友的。對，這需要時間慢慢建立起來，就把你的生活圈一遍遍建立起信任就好。對，而且我覺得還要學着讓別人看見真實的自己啊。很多時候呢，你不是說是沒有可深交的人，對吧？就是說是我們其實有的時候就是哎呀，有時客套呀，为了安全啊，
就是保持一種客套的那种客气啊，或者很淺的那种距離感。就是比如说怕麻煩別人，或者你本來想跟他交朋友，又害怕人家拒絕你啊，各種的原因，就也害怕，比如說承認自己的脆弱，不想被別人看到嘛，想掩蓋自己。可是，一段關係如果永遠只是你想要求的那種得體，沒有真實的話，你真的很難收穫到最真正的朋友的啊。对，所以能夠給予也是一種能力，但是能夠接受也是一種能力，也更重要啊。就是深層的關係嘛，不僅是容得下我們的光彩，也可以容得下我們彼此的需要。對，你不必要求一個朋友滿足自己所有的期待，因為有的人可能你們更適合一起旅行，有些人更適合一起談心，或者一起做一件事，就是允許你的朋友之間的關係會有不同的層次，這樣會更加輕鬆，對，讓更加長久。對，是，并不是所有的友情都要走過50年才證明它有價值。對對，有人在關鍵的時刻陪你走了一段路，那一段已經非常珍貴了。真正重要的並不是數字，而是在這段共同的時間裡，我們是否認真的對待過彼此。對，確實總結得太對了。所以呢，戴安娜和坎蒂斯一起走過了近50年，而我們4個人也在加拿大從陌生人開始一起走過了20多年。50年和20年聽起來都很長，可回頭看，真正構成這些年月的，從來不是什麼宏大的誓言，只是一碗溫熱的湯，一次旅行，一個新年，一個每年都沒有被忘記的節日，和一條到家了嗎這樣的一條信息。也是一個人受傷、生病或無助時，另外幾個人會很自然地說：“我們來看你。”對，真的就是這樣啊。而且年輕的時候，我們用了很多方式來證明友情啊。有的年輕，我們就一起狂歡，一起分享秘密啊。可是當人生走得更遠，友情開始變得簡單了。你需要的時候，我在就行了。確實，就像江紅剛才說的陪伴，對，真正的陪伴不是說強行把一個人從風雨裡拉出來，而是要帶着一把雨傘，安安靜靜的跟他走在一起，走在雨裡面。就像戴安娜陪凱蒂斯去醫院，也陪他繼續想念巴巴多斯的海龜還有猴子。這大概就是一種關係裡面最溫柔也最有力量的地方吧。對，他不否認苦難。對，我是很有體會。我覺得就是不用說話，就是陪的站在那兒，一起看海，一起看鳥，就是一起吃好吃的。對，哪怕看着你們吃，我都覺得好開心。就是對，就說錢會貶值，身體會變老，但是那些風裡雨裡的那種關係，老拖着你說，這是我們命運，是對我們最好的保障、關愛。對。所以我想知道，屏幕前的你聽到這裡，心裡是不是也想起了那個熟悉的名字？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們，你和最好的朋友認識多久了？他曾用哪件小事安靜地拖住過你？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請點讚、訂閱遠方的人間，打開小鈴鐺，也歡迎轉發給那個你想感謝的人。不必等生活發生巨變，今天就可以發給他一條信息。今天天氣很好，突然有點想你呢。有人說戴安娜和坎蒂斯太幸運了，可我越來越相信，長久的友情不只是運氣，它更是一種選擇。對，選擇記得，選擇聯繫，選擇理解，選擇在對方最不好看的時候不輕易轉身離開。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別人生命裡那個願意出現的人。這裡是遠方的人間，我們下期再見。下期見。下期見。